你敢信吗？一股神秘力量竟然让我们的地球颤抖了0.1秒。首先跟你说清楚，这绝不是地震，也不是陨石撞击，更不是什么外星人造法，这可是真事儿。就在不久前，2019年5月21日，科学家们真的捕捉到了一个让地球颤抖了0.1秒的神秘信号。你肯定好奇，到底是什么力量能大到撼动我们这颗半径6000多公里的地球？这个信号就是著名的 GW190521引力波事件，原因就是两个黑洞撞在一起了。是的，两个黑洞，一个是太阳质量的85倍，另一个是66倍。这两个宇宙中的饕餮巨兽在遥远的深空跳起了死亡华尔兹，越转越快，然后轰的一声，猛烈地撞在了一起。这一撞可不得了，竟然直接撞出了一个142倍太阳质量的超级黑洞。等等，你数学要是没还给老师，肯定发现不对劲了。85加66不是151吗？怎么合体之后只剩下142了？那消失的整整9个太阳质量去哪儿了？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宇宙最疯狂的地方。这整整9个太阳的质量在碰撞的一瞬间，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 E 等于 mc 的平方，全部转化成了纯粹的能量，以引力波的形式横扫了整个宇宙。这股能量之巨大，语言描述都很苍白。你可能对9个太阳的能量可能没概念。这么比方吧，当年广岛那颗原子弹毁掉一座城市，其实只消耗了不到1克的质量。而这次黑洞碰撞消耗的是9个太阳，这能量要是能收集起来，足够让全人类用到宇宙毁灭那天。而这种能量散出来的时空涟漪就是引力波，它跑了170亿光年，终于冲到了地球。虽然经过这么远的距离，它已经弱得不行了，但当它穿过地球时，还是让地球的空间结构发生了一次极其微小的拉伸和挤压。这种颤动有多微小呢？大约只有质子直径的1/1000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构成原子核的质子，它的1/1000。你肉眼肯定是看不见的，甚至连最灵敏的地震仪都感觉不到。但我们人类厉害啊，用专门捕捉引力波的宇宙耳朵 LIGO 探测器，硬是把这0.1秒的宇宙心跳给抓住了。有趣的是，这170亿光年其实是现在的距离，因为宇宙一直在膨胀，就像一个不断吹大的气球。当这两个黑洞相撞时，它们离我们其实只有大约93.5亿光年。引力波像光一样在宇宙中跑了90多亿年才追上我们，而在这期间，那两个黑洞的老家已经跟着宇宙膨胀，跑到了170亿光年外的地方。所以你看，当你在刷这条视频的时候，可能正有一阵儿来自100亿年前的宇宙涟漪正悄无声息地穿过你的身体。这大概就是宇宙最极致的浪漫吧。即便相隔100亿光年，即便已经过去了100亿年，那些巨星陨落时的余晖依然能跨越时空，轻轻地触碰一下你的指尖。你说这宇宙到底还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呢？为了让你更直观地理解这场碰撞的威力，我们得聊聊这两个黑洞的身世。在天文学界，这两个黑洞的质量其实非常尴尬。按照恒星演化理论，恒星级黑洞的质量通常在太阳的3到65倍之间，或者是135倍以上。而这两个黑洞，一个85倍，一个66倍，正好掉进了所谓的质量断层。这说明它们可能不是由恒星直接坍缩形成的，而是经历了多次合并的2代甚至3代黑洞。想象一下，在那个遥远的星系团里，黑洞们就像在玩贪吃蛇，小的吃更小的，大的吃小的，最后才养出了这两个巨无霸。他们的相遇不是偶然，而是宇宙中一场蓄谋已久的暴力美学。当他们进入彼此的引力范围时，时空就开始扭曲了。他们以接近光速的速度互相绕转，每秒钟都要转上几百圈。这种剧烈的运动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疯狂搅拌，激起的涟漪就是引力波。随着能量的流失，它们的距离越来越近，最终在0.1秒内完成了最后的合体。那一刻，释放出的引力波功率甚至超过了全宇宙所有恒星发光功率的总和。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，但那一刻，这两个黑洞就是宇宙中最闪亮的星星，只不过它们发出的不是光，而是时空的震动。当这些震动抵达地球时，LIGO 的探测器里2束长达4公里的激光发生了极其微小的相位偏移。科学家们就是通过这种偏移反推回了100亿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碰撞。
你可能会问，研究这些有什么用？影响月薪3000的我吗？说实话，不能。但它能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并不是孤独地生活在一个静止的盒子里。我们脚下的土地，我们呼吸的空气，甚至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，都时刻感受着来自宇宙深处的脉动。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，难道不比任何科幻大片都要震撼吗？当你抬头仰望星空时，看到的每一颗星，可能都已经不复存在。而你感受到的每一次微弱的震动，可能都源自一场100亿年前的毁灭与新生。这就是科学的魅力，它让我们在渺小中窥见伟大，在短暂中触碰永恒。所以，下次当你觉得生活平淡无奇时，记得提醒自己，你正站在一颗不断被宇宙涟漪轻抚的星球上，参与着一场长达138亿年的宏大叙事。我们再往深了说一点，这次发现的 GW190521事件，其实彻底颠覆了科学家们对黑洞的认知。以前大家觉得黑洞要么是恒星死亡留下的，要么就是星系中心那种几百万倍太阳质量的巨无霸。中间这一档，也就是所谓的中等质量黑洞，一直是个谜。而这次碰撞产生的142倍太阳质量的黑洞，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。它告诉我们，宇宙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我们以前没见过的黑洞家族，而且这次碰撞释放出的能量，如果换算成电能，足够让全人类目前所有的电器运行几万亿年。这种级别的能量释放，在宇宙中其实并不罕见，只是因为宇宙太大了，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感觉不到。所以，你想想看，在此时此刻，宇宙的某个角落，可能正有2个星系在合并，或者有另一对黑洞在跳着最后的圆舞曲。这些信息都在以光速向外扩散，只不过有的还没跑到地球，有的已经跑过去了。我们人类能在这个时间点刚好发明出引力波探测器，刚好捕捉到这0.1秒的震动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。这种跨越100亿年的宇宙浪漫，值得让更多人知道。按赞转发，让身边人也感受一下，我们的地球一直在和宇宙共鸣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宇宙很大，人类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们从未停步。